夏天跑步都很热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夏天跑步很热，暑期避暑，我觉得我们可以跑到山里面。推荐大家天母古道，通常在河滨大概7点太阳就出来了，所以跑者大概5点就起床。对新手跑者太严苛了，太残酷了，太难了。推荐给初跑者或者想刚开始跑步怕早起的人。各位早安，我们今天在天母古道实测夏天避暑好去处。那在台北市在跑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觉得非常热？这样子热浪这样子跑，那我们会有五个面向：凉爽度、新手友善，还有好跑度。训练的环境有没有伴随一些功能的项目？最后是它适不适合旅跑？我们现在要去天母古道，那我们在山上出发，在这里，应该是这里吧，3阶。树荫环绕，你看这个凉凉的树荫，你看后面那个光线，所以在这个有树林遮蔽的地方非常之凉啊，体感应该会凉个2到5度吧。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对不对？它可以跑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其实我们是被山挡住的那个太阳，所以我们跑的时间通常可以跑到9点或者是10点。起跑 ，Go！今天跑天母古道是对的。那像这个光，你就觉得哇，真美。那我们会希望你真正在跑动的时候，可以抬、往下回抓，让脚下踩的时候触地到地面，再去做一个髋伸。收腿是有一个向下爬，这样子的力量传导，就会是往上，然后往小腿、大腿去臀去吸震，然后还有一个髋伸的动作，可以去完整的把它跑完。所以各位，伴随着以训练伴随效应这个点呢，我会觉得我们就稍微在基础期，让我们自己有更多认识自己跑动的机会。那这时候你可以去修正你的下肢刚性，对下一个阶段的训练会很有帮助，提高你的跑步经济性或提高你的运动效能。那在这个环境下，因为你不能过度的大力的爆踩，所以你必须透过轻巧的力量放力再提，然后不断的在下踩跟提腿、下踩跟提腿加摆荡，透过这个过程去训练你整个人体在移动的效能。现在是1.33公里，我们一段大概是约1.33公里。我们会在这个小平台进行折返，绕一圈，然后我们再原路回去。天母古道适不适合新手？我觉得适合。因为它算是1.3来回2.5的环境，然后对新手来说比较严苛严酷的挑战就是这个优点碎石之路，所以你可以在那之前购买一些越野跑鞋，主要是怕大家下踩的核心跟大腿、小腿的力量不太够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外在的运动护具跑鞋来帮助我们去适应学习这个外在环境。这是我们的跑鞋，上来之后，大底、后底，因为怕石头颗粒太大，这样子踩的话，你脚的那个敏感度踩到会觉得很刺，所以后底优，然后大底优，宽楦，就看你的脚型。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脚踝的稳定这个部分，你要能够去保护你的脚踝，下踩的时候才不会一直滑动。通常在河滨大概7点太阳就出来了。所以跑者大概5点就起床，对新手跑者太严苛了，太残酷了，太难了。所以天母古道很适合你的原因就是，
它可以给你跑到9点、10点啊，兄弟！所以推荐给初跑者或者想刚开始跑步、怕早起的人，然后跑起来太难的话，对不对？它来回一段是1.3K， 来回一段2.5K， 约2.5K， 你可以走跑搭配一下，在这个走跑的过程提高自己的运动时数。如果说我们9点到，跑1个小时10点，早午餐时间刚刚好。雅尼克、星巴克在旁边，健康成型人，天母古道开始。最后体验完天母古道后，我觉得它的凉感度是3.8到4颗星，因为它有蛮多的遮阴，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凉爽的环境。然后如果你在早上跑的话，就有接近4颗星左右。那好跑度，我觉得大概是2.8到3.4颗星，给它3.2颗星好了。虽然好跑的定义是跑快，所以这个地方跑不快，所以就会觉得不好跑。训练效益，小伟这边给他3颗星。新手友善，我给他一样是3颗星，因为它有点远，所以不是每个人觉得来这里都是特别方便。旅跑感，我给他3.5颗星，所以我觉得天母古道综合评论应该有3.5颗星，推荐给你。那邀请你可以一起1个月排个1次来天母古道玩玩。那希望你可以跟小伟一样体验到天母古道的益处跟好处，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